益阳桃花江水库深处，沉睡着一座已为历史的村落，止于轮廓在水波中若隐若现，令人扼腕。半山腰的会仙庵，香火虽淡，却古意犹存。紫梁崖壁陡峭如霄，藏着未尽的传说。那口废弃古井更奇，春日仍有桃花从井底浮出，似在诉说往昔。水涨水落间，旧影渐远，只留这些残迹，牵起无尽惋惜与遐想。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我们又见面了，祝大家天天有福。大家现在看到我周围的环境，山清水秀，青山连绵，大家是不是以为我来到了云贵川？其实并不是，今天我们依旧是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今天我们来到了桃花江水库，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水库的中央有一个孤岛，在这个孤岛上有一个小房子。等会儿呢，我们去询问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可不可以乘小船带我们上去前去参观。大家看到我的右手方，这就是紫梁岩，是不是碧丽如霄，非常的壮观？在这个紫梁岩的半山腰上，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红房子？没错，那就是佛庵。在这个佛庵里啊，有古井、古树，还有很多神秘的传说故事，等会儿我们上去给大家一一讲解。接下来，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这两个地方去看看吧。嗨，大家好，我是简溪。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桃花江水库的大坝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桃花江水库，这个大坝建的还是非常的壮观。你看这个落差大概有70-80米高。当地为了满足周边村庄的用水用电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桃花江这里建了一处水库，用于发电，满足这边的灌溉、用水用电的需求。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桃花江这边来看一下，这里山清水秀，你看一下这个水碧绿碧绿的，非常的美观。大家看到我的镜头的正前方，以前这个桃花江水库这个地方只是一条非常小的江流，当时这个桃花江水库下面其实是一座村庄。以前这个地方生活了是一些村民，看到我镜头前面还有一处码头台阶裸露在外面。每年的12月份到2月份，这边的枯水期的时候，下面村庄的一些古建筑、古桥都会显露出来，当地的原住村民还会回来看一下他们以前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当地的政府为了满足当地需求、灌溉还有用水用电的需求，所以不得不把以前住在这个村庄里的居民全部迁出去，所以这里的村庄就荒废了。现在整个村庄都淹没在这个水库底下，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水库大坝往前走，这里的风景如画，周边山上还建了很多风力发电。我们这几天都在桃江这边玩了几天，桃江这边的人们非常的热情好客。今天这边非常炎热，但是走到这个大坝的这里阴凉处，非常的
凉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大坝走到前面那个半山腰的佛庵去参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神话传说。悬崖峭壁上面建的佛庵，感叹古人的智慧和毅力是多么的惊人。他们特别喜欢在半山腰上建一处房子。桃花江、桃江县这边的风景好。从这里望去，重峦叠嶂，一山比一山高，非常的壮观。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子良岩的下方，你们看，是不是非常的陡峭？壁立如霄。你们看这个石头，都是一层一层的。这四周都是青山起伏，山峦叠翠，拥有4万亩茂密森林的桃花江森林公园。这个子良岩就屹立在桃花湖畔。桃林片片，每当春暖花开，水映桃红，一湖碧水满眼春色，因此人们又称它为桃花湖。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小路上走上去，就能够走到上面的半山腰佛庵。这边呢就是土地庙，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台阶走上去。这个台阶修的还是比较宽的，大概有80厘米的样子。两边都是岩石林立，草木葱葱。鸟叫虫鸣，大概是100米的海拔高度，也不是很高。这里看上去应该是经常有人上来。台阶上的杂草也不是很多，应该是经常有人走过的痕迹。越是往上面走，感觉这上面的气温越来越低。你有感觉到吗？我们在这个拐角处发现，这里修筑了一个石凳，可以供来的人休息。前面不远处就是佛庵了。现在我们继续走上去。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这些陡峭的石壁非常的壮观。天福的体力比我好，一下子就走到上面去了。这个半山腰上的佛庵，我们终于爬上来了。看上去，这栋房子应该是刚刷油漆不久。整个佛庵看上去并不像几百上千年的佛庵，好像是近几年新修的。我们周边找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文物保护碑。哎，我们发现了有几块古老的石碑，我们上去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记事碑、功德碑。
这块功德碑是2018年10月立的。这个应该是近期修建的一些人的名单，捐献的名单。像这些碑就比较古老了，这块碑是功德碑，不过这个碑文呢缺了一角，具体的时间没法考量，看不到。福泽子孙也是6000元整。然后这也是功德捐献的时间呢，也是看不太清楚。看一下有没有记事碑，关于这座佛庵的一些历史资料啊，还有一些神话传说有没有记事。这是重修会仙观的一个碑文。这块碑是公元1980几年立的，看不太清了。也是近几十年，全部都是功德流芳，也是功德碑。这边暂时没有看到有记事碑、文物保护碑。这上面还有一些守安的人在这边呢，养了鸡，在这边生活居住。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处台阶，这个台阶看上去是用这种古老的石阶修筑上去的。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上面会有没有一些古老的。好，我们现在上去。这个台阶大概有2到2.5米的样子。上面爬满了青苔，这个台阶看上去有一定的年代，也是比较陡峭。越往上面走，感觉越凉爽，是不是？对的。所以古人喜欢把房子建在山顶上，我估计他们是为了避暑，还是观光，也有可能是远离世俗、隐士，对吧？是的。我们沿着台阶走上来了，这里有一个用石头堆砌的一个台阶。这个地方我估计是原会仙庵的原址。这个地方面积不大，沿着这个悬崖峭壁，以前修建在这个位置，木质房梁结构在这里，还有一些地基存在这里。我估计下面的，刚刚我们参观的下面的那几处新的房子应该是后期修建的，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太窄了，没法扩建，所以就废弃在这个地方了，就只能够移到下面去了。那么上面这个地方暂时就空在这个位置，类似山洞一样的。我们不进去，现在是正值仲夏，房子里面有蛇之类的，不去探险了。关于这个佛庵，这个会仙庵，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等一下去那边的水库那里看一下那座孤岛，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登上那座孤岛。传说在紫梁岩的峭壁之上，原来刻有石破天惊、仙山第一8个如走龙蛇的大字。因为1966年依岩修建桃花江水库后，水位上升，大字隐于水下，现在呢难得一见，更使人生出些许叹息，却为紫梁岩平添了几分神秘。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去的时候看不到下面，下去的时候这个台阶显得更加的陡峭，周边还没有护栏，所以走路的时候还得
小心一点。周边堆满了一些竹子，下面都是草木，郁郁葱葱。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从那个佛庵到这边来。可以，上面好像也有一个建筑。我看一下，这里又有一个台阶。这边看上去很少有人上来，这个路都台阶被这个杂草给封住了。哦，我们发现了这里有一座塔呀，云水道人之墓。云水道人，公元2012年5月几日，道长的一个纪念道长的一个塔墓碑。是的，公元有可能是当年这里的那个道观的道长。2012年修筑的，这个塔里面放了一个那个播音器，对吧？是，隐隐能听到里面在讲述这个云水道人之墓的一些历史情况。整个道观我们走完了，但是没有发现那口古井在哪里。非常遗憾，没有给大家展现出来。好了，这个佛庵我们就拍到这里了。好了，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船，那个船夫答应带我们到那个水库的那座孤岛上去看一下。那座孤岛上有一栋房子，我们等一下跟这个船夫聊一下。那个孤岛上有什么样的故事传说？我们搭船过去100块钱。船老板已经在这个渡轮上面等我们了。这里走下来比较陡峭。我们刚刚从那上面走下来，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这里的小路不是很好走，比较陡峭。你看桃花江的水美人美，这里的鱼肯定更鲜美，吸引了当地的人过来这里钓鱼。好，我们现在登上了这个渡轮。你看桃花江的水特别的清澈。现在我们开船了，我们现在朝着刚刚水库那边的孤岛前行。这个水库的水看起来很深。它这个船先调过方向，这个船的速度不是很快，大概20公里每小时。我们现在坐着这个渡轮走到这个桃花江的水中央，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景特别的优美。你看山上的风力发电站还在运行，这边的这个船老板开的这个渡轮非常的稳，只是声音比较吵。这里的风景如画，站在这个船头，站在船上非常的凉快。刚刚我向这个船老板打听了，前面镜头前的这栋房子暂时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他说那个房子后面的那个山谷里面还有村庄有人居住。他说以前这个水库，他几岁的时候到过这个水库下面的村落，那个时候才几岁。他说这个水库66年建成之前，这边还住了5000。后面自从水库要修建的时候呢，当地政府把这些当地的居民呢就迁到外面去了。你看前面还有几头黄牛在那里吃草饮水，我想里面是不是有人在那边居住？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不是去那栋房子那里，我们的目的地是到前面的孤岛上去看那栋房子。等一下跟这个船老板
打听一下这个岛上的一些故事，还有这个水下村庄的一些情况。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在那边钓鱼？说明那个房子现在有可能还是有人居住的。刚才那个船老板跟我说，那个山谷的后面那里有一个村落，我想那些钓鱼的人应该是从那边过去的。此时此刻的景象，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水波淡淡，山岛耸峙，波光粼粼，重峦叠嶂，碧波荡漾，山岳前行。落日非常的美观。现在我右手边是一个小孤岛，这个就是一个小山坡，肯定是一个很高的小山坡，只是这个水库建成之后啊，这个村庄淹没在下面了，然后这个山坡的顶部显露在外面。我们从远处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山坡，上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拍的。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面了，只有几百米远了。前面这座孤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等一下，我们就登到这个孤岛上去看一下上面有什么样的风景。船老板告诉我说，宋祖英曾经在那个前面那里唱过歌，拍过视频，应该现在在网上都还可以，抖音上还可以搜得到。唱浏阳河这边的歌曲，湖南的山歌，宋祖英，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你们看右边那个山坡这里有个台阶，对，可能是之前的古码头遗留下来的台阶。大家应该看得到，有一个石板台阶，还遗留在那里。这里还经常有其他的游客过来参观。好了，我们现在终于登上这座孤岛了。这个从乘船过来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终于登上来了。你看这个靠岸的这个地方还专门修筑了这个水泥台阶，走到这个岛上来，非常方便。这个地方杂草丛生啊，路都被堵住了。这种草走的时候要小心点。应该是最近很久没有人过来了。居住过。你看这里还有个巨大的那个地笼，这是捕那种比较大的鱼用的，好长。以前居住在这个岛上人留下来的，你看这上面还安装了空调，还安装了几部空调在这里，只是最近几年都没有人居住。这个地方肯定方便他们以前在这边捕鱼，桃花江里面肯定有很多鱼。但是现在已经好像是荒废在这里了。你看里面的生活用品还在这边，床、桌子、椅子、挂衣服的衣架都还保留在这里，只是现在完全荒废了。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厨房，你看，有厨房，还有柜，这边就走不过去了。这个是冰柜，不知道以前是什么人在这边居住过。我们门关起了，锁起了，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这个窗户外面看一下。打不开，窗户也打不开。
哦，里面是放了床、凳子，看不到。每个房间的门都关起来了。这个门一看就是没有被拉过，你看。这个岛上，你看它还布置了电线。你看这个，不然这上面就没法使用那个空调了。它都安装了空调，所以这个岛还是以前居住的人，你看到处杂草丛生。这还有这么大张蜘蛛网。是的，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岛已经很久没有人上来过。我认为这个岛还是稍微修缮一下，还是可以作为旅游的景点，应该会吸引很多的游客过来。这里稍微打理一下，可以作为这边的旅游景点，因为这边也有渡轮可以过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平房，而且我们只能在这个平房这边看过，不能到另外一边去。这个岛的面积还是不大。你们看到窗户那里还有2个蜂巢，看到没有？哦，这还有蜜蜂。哦，这里有蜜蜂，这里住了蜂巢，显然是很久没有人住了。这个窗户上都有杂草，这个完全是废弃在这里。因为前面那个房子边上走不过去，我们现在走到前面这个房子的这个边上来，然后这个侧面，我们走到这个侧面去看一下这边的景象，小心一点哦。这个岛确实是不大。哎，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什么类似于机器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过去看看。小心一点哦。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大家有知道前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吗？前面有一个铁的那个梯子嘛，那里有一个废弃的一个，这边比较陡峭，我们就不过去了，比较危险，房子滑下去了。这边都没有路，这边完全没有路了。你看，从这里看这个江面的水呀，非常的清澈，水下的村庄是完全看不到一丁点痕迹了。这个船老板跟我们讲，这个水下村庄是1966年修成之后，这里的村民住了大概有5、6千人，同时迁出了这个村落，后面就再也没有显现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水库在维修的时候，把这个水库里面水全部注干了之后，那底下的村庄的样貌就会显露出来。不然的话，平时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现在我们返航了。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条公路通到这边来的，不然这边钓鱼的人应该是从山后面那边过来的。现在返回来了，大概有1个小时来回参观。几位大哥，你们好，你们今天收获怎么样啊？钓到很多鱼吗？钓到几条啊？希望你们今天都满载而归。好了，今天我们参观完了桃花江水库。刚刚我们从桃花江水库上的荒岛回来，在桃花江水库坐船的途中，船老板跟我讲述了桃花江水库曾经发生的故事。只不过船老板的普通话讲的不是很标准，然后呢，水在船上声音比较大，大家可能会听不清。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述一下在船上船老板跟我讲述的以前桃花江水库的故事。刚刚船老板告诉我们，在桃花江水库堤坝处，那里有一口古井，古井中长着一棵桃花树，而且开得非常的艳丽。船老板告诉我们啊，他小时候和当地的村民经常去那口古井里去欣赏，因为这是当地的一个奇观。难怪我们在福安庙那里没有找到那口古井，原来啊，自从这个桃花江水库修建以后，这口古井没有得到保护，就被淹没在这下面了，属实让人感到可惜。我想，如果这个古井当时如果被保留下来，那不知道现在能吸引多少游客前来参观。好了，关于湖南省溧阳市桃江县之旅，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其实，在2个月以前，我们来桃江县拍过视频，我们去探访了月龙塔以及应庆石屋，是由一位70多岁的爷爷免费带我们前去参观的。然后今天呢，我们来探访了桃花江水库以及熊爷爷的树屋。这2次桃花江之旅给我的感受是，桃江县的人民实在是太热情了。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他们会给我们指路，同时也会给我们端上他们这里的特色擂茶，帮我们解渴。大家如果对桃江县感兴趣的，可以前来游玩参观。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帮助过我的人，同时我也衷心的祝福桃江县所有人民生活美满，身体健康，平安。好了，本期视频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